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咱们一开场就抛出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的问题：你在烧腊店里买过那种外表光滑到不可思议的烧肉吗？一刀切下去，肥瘦界限笔直的像画出来的猪皮，紧绷的没有一丝毛孔，吃进嘴里口感又嫩又弹，这到底是不是真肉？网上疯传的合成肉、胶水肉到底是真是假？这些传言到底从哪里开始发酵的？它们背后到底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把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一层一层给你剥开，看个清清楚楚。先从一段在很多平台刷屏的视频说起。一位美食爱好者专门到一家烧腊档口买了一块刚出炉的烧肉，他把肉放到镜头前给大家仔细展示，镜头里那块肉的皮色金黄中透着红亮，用指甲轻轻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声响，表皮光滑得像一层薄薄的玻璃纸，完全没有传统烧肉那种凹凸不平的颗粒感。当他拿刀切下去的时候，横截面上肥肉和瘦肉的交界处笔直的离谱，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区域。瘦肉部分颜色均匀，质地紧实，肥肉部分晶莹剔透，厚度稳定。这一刀切下去，就像是切在了一块精心设计的模型上。弹幕和评论区立刻炸开了锅，有人瞬间打出假肉2个字，有人激动地说这就是用碎肉压出来的，还有人说自己在某某市场买到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吃了一口就扔了一条接一条的留言，把这块无辜的烧肉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事儿看起来像是铁证如山，可是只要你愿意多花几分钟往下看，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那位美食爱好者并没有停在吐槽这一步，他拿着这块肉找到了几位在烧腊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师傅，请人家当面鉴定。老师傅把肉拿在手里翻过来，倒过去看了看，又凑近闻了闻，然后笑了出来。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不就是湛江烧猪吗？我们这边很多地方早就这么做了，用不着大惊小怪。说完，他还随手从身后的炉子里拎出半只刚烤好的烧猪，一刀切开之后，横截面跟那块被质疑的烧肉几乎一模一样，也是肥瘦分明，横平竖直，皮肉之间连接的干干净净，不带一丁点碎屑。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外形精致到不像话的烧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它跟咱们平时在烧腊店窗口里看到的那种带着厚厚脆皮、肥瘦交错的比较随意的烧肉有什么根本区别呢？这就要从广东湛江一带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烧猪工艺讲起。湛江烧猪在选猪这一步就跟普通烧肉分道扬镳了。师傅们一般会挑选20到30斤的乳猪或者小个头的中猪，这个分量的猪皮不会太厚，皮下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极其细嫩。宰杀处理干净之后，要仔仔细细的把猪皮表面的细毛刮干净，再用热水反复烫皮，让猪皮收紧定型。这一步烫皮的水温非常关键，太高了会把皮烫熟发软，太低又达不到收紧的效果，通常控制在70到80度之间，刚刚好。烫完皮之后要用特制的钩子把整只猪挂起来，放在通风处自然风干。风干时间根据天气和湿度不同，从几个小时到一整夜不等。风干之后的猪皮会变得像一层紧绷的鼓面，手指弹上去砰砰作响。接下来是腌制的环节，师傅们会用多种香料和调味料调配成腌料，包括五香粉、沙姜粉、精盐、白糖、料酒等等，把这些粉末和液体调成糊状，均匀地涂抹在猪的腹腔内部，绝对不能让腌料沾到猪皮表面，否则烤出来皮上就会起黑斑，影响卖相。腌制入味的时间一般在2个小时以上，让香料慢慢渗透进每一寸瘦肉纤维里面。接着就是最考验功夫的烧制环节了。传统的湛江烧猪用的是明火炭炉，把整只猪用长铁叉固定住，架在炭火上不停地转动，让猪身受热均匀。刚开始要用猛火把猪皮烤到起泡变脆，师傅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猪皮表面的变化。看到猪皮开始鼓起密密麻麻的细小气泡时，就立刻把火调小，转成文火，慢慢把内部焖熟。这个过程里，猪皮下的脂肪会逐渐融化，一部分渗进瘦肉里，让瘦肉变得滑嫩多汁，
另一部分被高温逼出，滴落到炭火上，激起一阵阵带着焦香的青烟。烤一只20斤左右的乳猪，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出炉那一刻，整只猪通体金红，猪皮膨胀成一层薄薄脆壳，用刀背轻轻一敲就能裂成碎片。切开之后，肥肉和瘦肉的结合处，因为受热收缩，自然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笔直的分界线。这就是很多人看到之后误以为是假肉的根本原因。那为什么我们平时在大多数烧腊档口买到的烧肉看起来反而没有这么整齐呢？这是因为市面上流通量最大的广式烧肉和湛江烧猪在工艺上走了2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广式烧肉一般选用的是体重更大、猪皮更厚的成年猪，做法是把大块的带皮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挂进烧炉里高温烘烤，烤到猪皮爆裂起泡，形成一层厚厚的气泡皮。这种气泡皮吃起来咔嚓作响，特别过瘾，但表面会留下许多不规则的爆裂纹路和焦黑斑点。切开的横截面肥瘦分布也会因为五花肉本身的天然结构而呈现出不规则的波浪状，有些地方肥肉多，瘦肉少，有些地方反过来看起来就显得粗犷豪放，跟湛江烧猪那种精致规整的风格摆在一起，不熟悉的人很容易把它们当成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再加上湛江烧猪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度并不算特别高，很多人是第一次在短视频里见到这种外形，本能的就会往造假那个方向去联想。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把话题往更深层的地方挖一挖。为什么商家要费时费力的去做这种看起来过于完美的烧猪呢？这背后藏着一整套猪肉生意的利润分配逻辑。一头猪从屠宰场出来之后，各个部位的市场价格天差地别，排骨可以卖出高价，五花肉也很受欢迎，猪蹄、猪尾巴这些有独特口感的部分同样不愁销路。但总有一些部位，比如猪头骨旁边的碎肉、前腿、后腿靠近关节处的边角料，还有修整大块肉时切下来的小片肥瘦肉，这些边角料的肉质其实并不差，只是因为卖相零碎，很难单独高价出售。如果直接摆在案板上按碎肉价格处理，利润空间就非常有限。湛江烧猪的传统工艺恰好给这些边角料提供了一条价值跃升的通道。师傅们可以把这些碎肉按照肥瘦比例重新拼合捆扎，借助腌制和慢火烤制，让肉块之间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相互粘连，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切开之后，不仅外形漂亮，口感也因为肥瘦搭配得当而格外松化多汁，卖价一下子就能翻上去。这完全是合法合规的食品加工手段，跟造假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真正被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的假烧肉到底存不存在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在极其偶然的个案里，确实有人动过歪心思，比如用便宜的鸡鸭肉或者不明来源的其他肉类掺进猪肉里，再通过添加过量的卡拉胶或者明胶来把这些不同种类的肉粘合在一起，甚至有人会在里面加入过量的色素和香精来模仿真烧肉的颜色和气味。这些行为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食品造假，一旦查实必须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但我们也必须非常清醒地看到，这种极端案例在整个烧腊行业里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正规经营的商家和档口都是凭着良心和手艺在踏踏实实做生意。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自己没见过某种传统做法，就给所有外形规整的烧肉都贴上假肉的标签，那不仅会伤了无数手艺人养家糊口的根本，也是在亲手毁掉我们自己的口福。把视线拉回到香港，香港的烧腊文化跟广东同根同源，又发展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香港的烧腊店里，烧肉的地位举足轻重。一条街上如果有2、3家烧腊铺子挨在一起，那彼此的竞争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谁家的皮更脆，谁家的肉更入味，都是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香港师傅们对于脆皮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到了痴迷甚至偏执的程度，每个师傅手里都攥着一份密不外传的脆皮水配方。这脆皮水通常是用白醋、麦芽糖、大红蔗醋或者柠檬汁按照一定比例调配出来的，
在猪皮风干之前均匀的刷上去，经过高温一烤，醋的酸性会让猪皮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变性收缩，糖分则发生焦糖化反应，形成漂亮的红色和甜香。烤到一定程度还要把猪取出来，用特制的砧板在猪皮上密密麻麻地扎孔，让皮下的热气有路可走，这样才能保证整块皮均匀，起泡不会局部烤焦。这种功夫没有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是根本拿不下来的。正因为每一家店的脆皮配方和火候都不同，所以你在香港吃烧肉会发现，虽然都是烧肉，但口感的层次非常丰富。有的店追求的是极致的松化，筷子一夹猪皮就碎成粉末，入口即化不留残渣。有的店偏爱保留一点点韧劲，咬下去先是一声脆响，接着是牙齿陷入柔嫩肉层的满足感。还有的店会把烧肉切得特别薄，一片一片铺在碟子上，每一片都带着一线晶莹的肥肉和洪亮的瘦肉，光是看卖相就让人食欲大动。这种切割方式也会让肉的横截面显得特别干净整齐。一些初次见识的顾客看到之后，心里难免会犯嘀咕，怎么可能会这么整齐？该不会是拼接出来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切得薄切得整齐靠的是师傅的刀工和肉的质地足够紧实。切之前如果那把刀没有磨得飞快，一刀压下去就会把肉的组织压烂，切面肯定坑坑洼洼。而一只烤得到位的烧猪瘦肉纤维之间已经填满了融化的脂肪和肉汁，质地紧密而富有弹性，用快刀一划自然就光洁如镜了。接下来我想花一些篇幅带大家走进厨房现场，看看一块正统湛江烧猪在从生到熟的全过程里到底经历了哪些肉眼可见的物理变化，好让咱们下一次再看到它的时候心里有底，不再慌张。选好的小猪经过初步清洗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剔骨整形。师傅会用一把窄长的剔骨刀把猪的主骨和部分肋骨小心的剔出来，力道要拿捏的极准，刀尖贴着骨头推进，却又不能划破猪皮，否则烤的时候汁水就会从破口流失，整只猪的卖相也会大打折扣。剔完骨的猪肉摊开来，就像一张厚薄不均的地图，有肉厚的地方，也有肉薄的地方。师傅接下来会做一件很关键的事，用刀背或者特制的木锤轻轻敲打那些肉厚的地方，把肌肉纤维适度拍松，让整块肉的厚度尽量趋于一致，这样在后面烤的时候才能保证每一部分同时熟透，不会出现这边已经焦了那边还没断生的情况。腌制环节刚才已经提过，但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很多湛江的老师傅在腌料里会加一点点花生酱或者芝麻酱，这是他们不肯轻易外传的诀窍。花生酱里的油脂在高温下会释放出浓厚的坚果香气，跟猪肉的油脂融合在一起，能产生一种极其微妙的香味。这种香味淡淡的并不抢戏，但只要你吃过一次就会念念不忘。腌好之后，师傅会把猪的腹腔重新合拢，用竹签或者铁针秘密地缝合起来，让整只猪恢复成原来的筒状。缝口的密度和松紧也是一门学问，缝得太紧，肉烤的时候膨胀空间不够，容易把缝线撑裂；缝得太松，腌汁和肉汁就会在转动时不断滴落，损失风味。经验老道的师傅缝完之后，整只猪严丝合缝，提起来抖一抖，纹丝不动，然后就是上叉和绑扎的步骤了。一根长长的铁叉从猪的尾部穿进去，一直从嘴部穿出来，把整只猪固定在铁叉上，接着要用铁丝或者棉绳把猪的四肢和身体紧紧绑扎起来，让它变成一个紧凑的圆柱体。这个绑扎的动作在烤制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高温下猪肉会收缩，如果没有这些绳索的约束，猪的四肢就会向外张开，导致受热面不均烤出来的成品。肚子部位焦了，而腿根部位还没上色，绑紧之后，整只猪的形态紧凑，转动时每一面都能均匀受热，表皮起泡的程度也自然一致，这就为最后那种肥瘦笔直、平整如镜的横截面打下了物理基础。火候的控制更是整道工序的灵魂所在。烧猪用的炭一般选用质地坚硬的荔枝木或者龙眼木炭，这种炭燃烧时火力稳定持久，而且
会带有一股特有的果木清香。烤的时候，师傅要不停地转动铁叉，节奏跟钟摆一样均匀，不快不慢。转得太快，猪皮受热不够，起不了泡；转得太慢，局部过热皮一下就焦黑了。在猪皮开始起泡的关键阶段，师傅会暂时把猪从火面上移开，用一个铁钩快速的在猪皮上刮掉已经膨胀起来的气泡外皮。这个动作叫做刮皮，目的是把过厚的气泡层打薄，防止气泡层过厚导致皮肉分离。刮完之后再送回火面上继续烤，反复2到3次，最终形成的脆皮才会薄如纸，脆如冰。整个过程里，师傅汗流浃背，眼睛被炭火熏得通红，但手上的动作一丝一毫都不能松懈。这样的劳动强度和精神专注度，注定了一块地道的湛江烧猪。不可能大批量工业化生产，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网上那些关于合成肉的传言，其实大部分谣言的产生都可以归结为3个字：没见过。人的认知边界往往决定了他对事物的第一反应。当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湛江烧猪的消费者，偶然在视频里或者烧腊摊上看到一块外形如此完美的烧肉，他大脑里的搜索引擎第一时间调取出来的信息，往往是那些之前刷到过的假肉新闻。于是警惕心瞬间拉满，他会拿起手机拍下来，发到群里问大家这是不是假肉。群里总会有几个半懂不懂的人跳出来斩钉截铁的说肯定是假的，真的怎么可能长这样。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块好端端的传统烧猪就这样在网络空间里变成了众矢之的。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很贴切的解释，叫做确认偏误。当一个人内心已经预设了一个怀疑的立场，他在接收新信息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筛选和放大那些支持自己怀疑的细节，同时忽略掉那些能够证明清白的证据。比如说那块湛江烧猪横截面上笔直的肥瘦分界线，在专业人士眼里，这是慢火均匀炙烤，肌肉纤维和脂肪同步收缩的理想结果，是手艺到家的证明。但在一个带着怀疑眼光的人看来，这条直线就成了机器压制的罪证。他甚至可能会把手指按在手机屏幕上，放大局部画面，指着瘦肉里某一条颜色稍浅的纹路说，这不就是拼接的痕迹吗？其实那只是正常的肌肉纹理和筋膜走向罢了。任何一个吃过鸡腿或者猪扒的人都知道，瘦肉本身就不是一块毫无纹路的橡皮泥，它天然就带着丝丝缕缕的纤维走向。如果真要是用碎肉和胶水粘出来的假肉，里头的纹理反而会乱成一团，没有任何方向感可言。因为不同部位的碎肉纤维走向是随机打乱的，在压力的作用下互相纠缠在一起，切开之后横截面上会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大理石花纹，跟天然肉块那种方向清晰排列整齐的纹理完全不一样。下面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专门说说怎么用肉眼和舌头去分辨一块烧肉到底是不是正经东西。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你日常买到的各种烧腊和熟食。第一，看皮，真正烤出来的猪皮表面气孔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密一些，有的地方疏一些，气孔的大小也参差不齐，用手指甲轻轻划过会感到一种细密的阻力。因为猪皮的角质层在高温下发生了不可逆的变性，变成了充满微孔的脆性结构，而用人工方法仿造的假皮通常气孔大小完全一致，排列的像蜂巢一样均匀，光泽也显得生硬呆板，更像是塑料制品而不是动物皮肤。第二，看切面的脂肪色泽，真烧肉的肥肉部分在高温烤制过程中，猪油被部分逼出之后，剩下的脂肪组织会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乳白色或者淡淡的米黄色，光线下看微微透明。假肉如果掺了其他种类的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油，颜色可能会偏灰白或者过分的雪白，视觉上缺乏那种油脂浸润之后的温润感。第三，闻气味，真烧肉哪怕放凉了，只要凑近闻一闻，那股猪肉炙烤之后特有的焦香和香料味就会钻进鼻子里。这种香味醇厚复杂，带着一丝丝甜，一丝丝烟熏气。假肉如果用了香精来掩盖异味，闻起来会有一种直冲天灵盖的刺激感。
香味单一而尖锐，就像打开了一包廉价的方便面调料。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尝口感，真烧肉的瘦肉，部分咀嚼起来纤维感十足，牙齿切断纤维的时候，能感受到轻微的弹性和肉汁在口腔里爆开的那种满足感。假肉的瘦肉如果掺了太多淀粉和胶质，咬下去虽然也很嫩，但那种嫩是没有灵魂的嫩，舌头一压就成了一团糊，完全吃不出肉丝被牙齿撕开的感觉。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真假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分辨，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关于合成烧肉的传闻还是源源不绝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消费环境里日益紧绷的信任感。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食品领域的负面新闻都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传遍全网。很多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就在这种反复轰炸中一点一点被消耗掉了，以至于后来即使看到了真东西，脑子里也会先蹦出一个假的预设。这种信任上的危机感确实不是几句科普就能立刻消解的，它需要通过整个行业持续的规范经营、透明的信息公示以及监管部门的不懈努力来慢慢修复。与此同时，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也可以尝试着在保持合理警惕的同时，给那些用心做事的传统手艺人一些基本的善意和信任。因为信任一旦完全断裂，最终买单的还是我们自己。再把话题拉回到烧腊本身，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亲眼见过的场景。有一回我在一条老街区闲逛，路过一家门面非常不起眼的烧腊铺，铺子的门楣被长年累月的油烟熏得发黑，玻璃橱窗后面挂着一排刚刚出炉的烧猪，每一只都色泽金红，油光闪闪。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店里的老师傅大概是注意到了我好奇的目光，他笑呵呵地用毛巾擦了擦手，从里面端出一只小号的烧猪，往案板上一放，手起刀落，切下几片递给我，让我尝尝。我接过来一看，那几片肉切得薄厚均匀，瘦肉红亮，肥肉晶莹，猪皮薄得透光，送进嘴里一咬，猪皮咔嚓一声碎裂开来，紧接着是肥肉部分绵密如纸的触感，最后是瘦肉在齿间弹跳的那股鲜活劲儿。整个口腔在几秒钟之内经历了一场从脆到嫩到香的味觉风暴。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做出这种东西的人是不屑于去搞什么歪门邪道的，因为手艺就是他最硬的底牌，食材和功夫已经给足了他底气。这位师傅后来一边收拾案板一边跟我闲聊，他说自己从16岁入行，跟着叔叔从湛江一路做到香港，最初在厨房里负责的就是刮猪皮和捆扎这些最基础的活，手被炭火烫出无数个水泡，胳膊因为整天转动铁叉练得左右粗细都有点不一样，中间好几次想过转行，但是每次看到自己烤出来的烧猪在案板上被切开的那一瞬间，看到猪皮下面那层薄薄的脂肪像融化的玉石一样浸润着瘦肉，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满足感。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吃这个苦的了，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在炉子前面站10几个小时。但他又说，这也不能怪年轻人，因为这一行的回报确实不高，一只烧猪从生到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最后卖出去的价钱其实利润很薄，跟那些用机器流水线做出来的熟食根本没法比价格。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味道，很多人做着做着心就凉了。听完他这番话，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市面上卖正统湛江烧猪的店越来越少了。不是东西不好，而是这种靠手艺和时间堆出来的好，在快节奏低成本的商业竞争中天然地处于劣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去认识它、珍惜它、保护它，而不是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把它打入假货的行列。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把合成肉风波的前因后果理得比较清楚了。我想再花一点时间帮大家梳理一下整件事的逻辑链条，以便你下一次在网络上再看到类似传闻的时候，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理性判断的框架。第一，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所谓合成烧肉案例，绝大多数经过核实之后都被证明是传统的湛江烧猪
或者类似工艺的产物。它们之所以显得外形过于完美，恰恰是因为师傅在选料、整形、绑扎和火候4个环节都做到了极致。这种极致正是传统手艺的价值所在。第二，真正的食品造假主要集中在极少数不法商贩利用廉价原料和非法添加剂来冒充高价产品的个别事件上。这些事件虽然性质恶劣，但数量极少，并且一直是执法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用个例来抹黑整个行业是不公平也不理性的。第三，消费者可以通过看皮、看脂色、闻气味和尝口感等几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初步判断烧肉的真伪。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心里就会多一份笃定，少一份恐慌。第四，湛江烧猪这类传统技艺在今天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价格上拼不过工业化生产的熟食，在传播上又常常被误解为假货。这种双重压力导致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如果我们不加以关注和支持，也许再过10年、20年，我们就只能在老照片和博物馆的展板上看到这种烧猪了，那将是我们集体饮食记忆里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接下来我想顺势把视野稍微拓宽一些，聊聊世界范围内类似的传统肉制品被误解的现象，好让大家明白这种误会并不是咱们这儿独有的，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认知偏差。在意大利有一种非常著名的腌制肉肠叫莫塔德拉，它里面会嵌着大块的白色猪脂肪粒，横切面，看起来就像是瘦肉上面均匀撒了一把白色的骰子。很多第一次见到它的外国游客也都会本能的质疑，这脂肪粒是不是人工嵌进去的，是不是用了什么模具压出来的？可实际上那些脂肪粒是猪的颈部，脂肪在灌制过程中被特意保留下来并均匀分布的，是这种香肠几百年来不变的经典特征。在德国有一种叫冷切猪头肉的熟食，是把整个猪头上的肉剔下来之后，跟肉冻一起压进长方形的模具里，冷却之后切成薄片，每一片的纹理都规整的像印刷品，不熟悉的人看了也会以为是用碎肉粉重新合成的。然而人家用的就是货真价实的猪头肉，只是通过模具塑形罢了。这些例子都在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食物领域，天然和规整并不互斥，手工和完美也可以并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日常见到的肉大多是形状不规则的，又反过来推论所有形状规整的肉都一定是人工造假，这中间的逻辑缺口实在太大。现在让我们回到湛江烧猪本身，我想在这里穿插一段关于它历史渊源的介绍，让大家更立体地印识这种美食。湛江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产丰富、饮食文化多元的地方。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古代没有冰箱冷柜，猪肉宰杀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腐败变质。于是当地人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通过腌制和炙烤来延长猪肉保存期的方法，这就是湛江烧猪最早的雏形。到了明清时期，随着雷州半岛商业的繁荣，烧猪渐渐从一种民间保存食物的手段演变成了节庆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每逢春节、清明、中秋或者婚嫁寿诞，主人家都会提前定制一整只烧猪，一来祭祀祖先祈求平安，二来用来招待四方亲朋，彰显主人的体面。烧猪的品相好坏在那个年代直接关系到一户人家的面子，所以师傅们才会在整形和火候上精益求精，力求每只烧猪出炉时都色泽金黄，形态挺拔，皮脆肉香。这种对面子的极致追求一代代传承下来，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肥瘦笔直、外形完美的烧猪模样。它背后承载的是几百年来雷州半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食材的敬畏之心。如果仅仅因为外形好看就被污名化为假肉，那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顺着这条历史脉络，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传统美食在完成从地方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过程里，都不可避免的要经历一个被误解、被质疑的阶段。因为不同地区的人从小形成的味觉记忆和视觉经验是不一样的。
北方人习惯吃的是大块酱香浓郁的卤肉，南方人习惯吃的是清淡鲜甜的白切鸡，西北人习惯吃的是豪放粗犷的手抓羊肉。当一个西北大汉第一次在短视频里看到南方那种切成薄如蝉翼的灯影牛肉，他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也是这东西该不是塑料做的吧？这么薄怎么可能切得出来？可等他真正到了四川，坐在小店里看着师傅用一把大菜刀在案板上不紧不慢地片出一整盘透光的牛肉片的时候，他的疑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同样的道理，今天在网络上猛烈批评湛江烧猪是假肉的那些网友，如果有一天能够亲自到粤西走一趟，站在烧猪炉子前面，亲眼看着师傅被炭火烤得满脸通红，汗如雨下，亲手接过一片刚切下来的烧猪肉放进嘴里，我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在那一瞬间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舌头和眼睛是不会骗人的。真实的香气和口感具有击碎一切谣言的强大力量。那么在这段等待亲身验证的时间里，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尽可能避免被网络谣言带偏呢？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在看到任何挑战你认知的实物信息时，先别急着转发和评论，给自己留出几分钟的冷静期，去搜索引擎或者可信的科普平台查一下关键词，看看有没有专业厨师或者食品科学领域的专家对这个东西做出过解释。通常你会发现，你遇到的困惑早就有无数人遇到过，并且已经有人给出了详尽的答案。第二，多关注一些长期深耕在美食领域的一线从业者，比如那些在厨房里干了半辈子的老师傅，有专业资质的大厨，以及严谨的食品科学研究者，他们发布的内容往往比那些专门靠制造惊悚话题吸引流量的营销号要靠谱得多。第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亲自逛逛菜市场和烧腊店，跟档主混个脸熟，问问他们猪肉是从哪里进的货，每天几点开始烤，用的什么木炭。如果你能跟一个档主建立起哪怕一丁点的熟人关系，你买到放心好，肉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因为社区型的烧腊店做的都是街坊生意，口碑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比你还害怕自己的东西出问题。谈完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我还想说几句关于烧腊行业生态的心里话。这个行业现在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上，一方面随着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地方特色烧腊得以走向全国，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尝到千里之外的美味，这对于行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工业化熟食和预制菜的迅猛崛起也在不断挤压传统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那些坚持用明火炭炉，坚持每天凌晨3、4点起来开工的烧腊小店，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我们的街头巷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用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电烤炉标准化生产的连锁品牌。这些品牌在品质稳定性和食品安全控制方面确实有他们的优势，但那种带着炭火、焦香和师傅手感温度的独特风味却很难被标准化复制出来。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厚此薄彼，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食物的多样性是需要我们主动去保护的。每一种看似理所当然存在的传统味道背后都站着一群在商业浪潮中苦苦坚守的人。如果我们全部用便宜和方便作为唯一的消费标准，那最终我们餐桌上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单调。我们今天为湛江烧猪辩污，其实是在为所有面临同样困境的手工美食发声。下面我们再从食品科学的角度来一个小科普，说一说肉块之间的自然粘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让大家彻底消除对传统拼肉工艺的误解。我们在生的碎肉之间加入食盐，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物理挤压或者摔打，肉里面的盐溶性蛋白就会被提取出来。这些蛋白在加热过程中会形成热不可逆的凝胶网络，把原本分散的肉块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这种现象在食品科学里被称为蛋白质热凝胶化。
你在家自己做肉丸的时候，把绞好的肉加上盐和水，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糜会变得越来越粘稠，最后能捏成一个光滑的肉球，入水不散就是同一个原理。湛江烧猪在烤制之前所经历的腌制和绑扎过程，无形中就在肉块之间启动了这个蛋白凝胶化的进程，再加上长时间慢火加热，肉块之间的结合处就自然而然地长在了一起，完全不需要额外添加什么胶水。这也是为什么切开之后肥瘦界限可以做到如此干脆利落，因为它就是一块在物理层面重新融为一体的整肉。而真正违法添加的卡拉胶或者明胶，如果被滥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它的粘合效果和稳定性其实远不如肉本身的蛋白凝胶来的牢固。那些用过亮胶水拼凑出来的假肉，在加热烹饪的时候很容易就散架开裂，切的时候会掉渣，吃到嘴里口感黏糊糊的，完全没有肉的纤维感。所以从造假者的角度看，用胶水去模仿湛江烧猪这种对完整性和口感要求都极高的产品，技术难度大，风险又高，性价比其实非常低，远不如直接拿真肉来做划算。这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我们几乎看不到真正的湛江烧猪被证实是假肉的案例，因为仿冒它的成本和被识破的风险都远远超过了老老实实用真材实料制作的成本。说到这儿，我想分享一个很温暖的小故事。有一年清明前，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年轻人特意请假开车回湛江老家祭祖，他家里长辈提前在镇上一家老店里订了一只烧猪。祭拜完之后，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长辈用刀把烧猪切开，切到猪身中间部位的时候，那一刀下去，横截面干净利落，肥肉和瘦肉之间那条线笔直的就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年轻人当时就愣住了，他想起自己在网上看到过无数次关于合成猪肉的帖子，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就开口问了一句：这只猪该不会是假的吧？他爷爷听了这话，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平静地告诉他，这家店的烧猪我从小吃到大，你爸小时候吃的也是这个味道，你爷爷我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一回，这东西只要做一整天，人家做了几十年了，就是这个样子。你说是假的，你去看看人家师傅的手再说。年轻人吃完饭之后，真的跑到那家烧猪店去看，他看到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师傅正蹲在炉子前面，双手扶着一根长长的铁叉，不停地转，脸上的皱纹被炭火映得通红，炉子里飘出来的油脂香和木炭香混在一起，弥漫了整个巷子。那一刻，他什么都明白了。回到深圳之后，他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朋友圈，把这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原本地写了下来。最后他说，从今天起，谁再在我面前说湛江烧猪是假肉，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讲给大家听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个听完故事之后改变想法的人，也可以成为那个愿意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人。好，讲完感性的故事，我们再来一点理性的总结。一块烧肉从养殖场到餐桌所经历的所有环节，其实都暴露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网络之下。生猪出栏要有产地检疫证明，进入屠宰场要有宰前检疫和同步检疫，白条猪进入市场要有检验检疫合格标志，烧腊店采购原料需要所证所票，建立进货台账。市场监管部门还会不定期对烧腊熟食进行抽样检测，检测项目包括亚硝酸盐残留量、色素使用情况、致病微生物指标等等。这一整套监管体系虽然不能说100%滴水不漏，但已经足够让大规模的假肉生产和流通变得极其困难，成本也极其高昂。所以我们大可以相信，在正规渠道买到的烧肉，绝大多数都是安全可靠的。那些在网络上被反复翻炒的恐怖故事，更多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而被人为夸大了。我想再次强调，保持警惕和保有信任并不矛盾，警惕是留给那些真正存在的风险的，而信任是留给那些值得信赖的手艺和人的。聊完这些，
我想再带大家回到烧腊档口前面，用眼睛和耳朵去感受一下那种独属于市井生活的热闹和踏实。早上90点钟，烧腊店的卷帘门刚拉上去，橱窗里就挂满了各种烧腊、烧鹅，油光闪闪，叉烧蜜汁欲滴，烧肉被切得整整齐齐，码在不锈钢托盘里，玻璃上贴着手写的价目表，店里飘出来的香味能让路过的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这个时候，一位街坊阿姨提着菜篮子走过来，隔着玻璃用手指了指靠左边的那块烧肉。老板娘利索地戴上手套，把肉取出来放在砧板上，手起刀落，笃切好，装进泡沫饭盒，再浇上一小袋秘制的梅子酱或者芥末酱递过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超过2分钟。阿姨接过饭盒，心满意足地走了，嘴里还念叨着今天晚上孙子回来吃饭，要多加个菜。这种日复一日发生在街头巷尾的日常画面，才是烧腊最真实的样子，也是我们努力去澄清所有误会的最大动力。我们希望这样的画面能一直延续下去，不被谣言伤害，不被误解遮蔽。在即将结束今天这段长篇分享之前，我还想再叮嘱大家几句。下一次当你在网络上刷到那些标题惊悚、内容耸动的所谓假肉实锤视频的时候，不妨多留一个心眼，看看发布者是不是在断章取义，看看评论区里有没有专业人士提出了不同意见，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从视频里找到我刚才教给你的那几个鉴别要点。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做出判断，那就先把视频放在一边，不去传播，等待更多可靠的信息浮出水面。你每一次对谣言的冷静处理，都是在为守护食品安全舆论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也是在保护那些可能因为谣言而失去生计的无辜从业者。食物应该是温暖的，它不应该成为恐慌和仇恨的载体。当我们在餐桌前坐下来，享受一块外脆里嫩汁、水丰盈的烧猪肉的时候，我们品尝到的不仅仅是蛋白质和脂肪在高温下发生美拉德反应之后产生的迷人滋味，更是一代又一代手艺人倾注了毕生心血才凝练出来的文化结晶。这结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呵护。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很久，关于烧肉和合成肉的真相，我们也聊得足够深、足够透了。从湛江烧猪的非遗工艺，到香港烧腊的脆皮秘方，从猪肉边角料的商业价值，到蛋白质热凝胶的科学原理，从网络谣言的传播心理，到消费者如何自我保护，这一路走下来，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了一杆属于自己的秤，能够称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值得我们去珍惜，什么又该坚决拒绝。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这件事有了新的印识，或者你觉得这些信息值得被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听到，请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关注，把这些话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一起做那个清醒的时刻，不让好东西被冤枉，也不让坏东西钻空子。你的每一次支持和转发都是在为我们共同的饮食环境投下一张信任票。下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深入美食背后的故事，去揭开更多被误解的传统手艺的真实面纱。我们不见不散，再会。